弑神者贝吉特教导超速物吉塔学会自在极意后，前往第10宇宙，刚落地就被危险3人组做局给坑了。9宇宙破坏神希达拉直接开大，准备连人带星一起抹除。眼看要全剧终，2把能量光刃从虚空中悍然刺出，瞬间给破坏神和天使串了个透心凉。2人回头迎面撞上的是一双冰冷暴虐，仿佛要拉着整个神界陪葬的眼睛。弑神贝吉特降临，希达拉当场道心破碎。惑星規模の破壊エネルギーを真正面で受け止めたんて生きているはずがない。俺を殺すために自らの宇宙の民まで消し去るのか。高みに立つ神様たちにとって凡人の命などこれほど軽いものなのか。の四角すない者ども、今日は貴様の血で俺の神殺しの刃を耐える。希达拉彻底慌了，急忙招呼莫吉托赶紧跑路。莫吉托高傲惯了，哪能受这气？他反手一挥，直接用天使权限强行抹消了胸前的伤口。莫吉托一边冷笑，一边给希达拉分析局势，断定贝吉特正面接了破坏能量，早已受了重伤，现在的疯狂不过是虚张声势，正是趁他病要他命的绝佳时机。希达拉一听这话，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他怒吼一声，直接开启全功率破坏神形态，整个人被暗红色的毁灭神环死死包裹。与此同时，莫吉托也缓缓闭眼，再度睁开时，全功率完美自在极意功的银色神圣气焰冲天而起。贝吉特看着眼前破碎的星空，他突然想起了被抹出的地球，痛苦地抱住脑袋。なぜだ？なぜ神様たちは我々をゴミのように扱うんだ？私に悪いことをした。必ず語って。希达拉和莫吉托一左一右形成包夹之势，化作2道面势流光，从2侧全力对撞而去。就在2人即将得手的刹那，贝吉特忽然咧嘴大笑，残忍至极。贝吉特双手虚空一抓，死死卡住了希达拉和莫吉托的脖子，将2大强者当场提溜在半空。ベジット、卑怯な凡人め、裏をかくなんてみっともない。男らしく真正面から勝負してみろ。听到这话，贝吉特歇斯底里的狂笑起来。長年生きてきたくせに頭が悪くなったな。俺が狂っている隙に2対1で襲うくせに男らしさを語るな。お玉悪い連中が神の座に座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すまんだ。接着他转头看向莫吉托，眼神里满是不屑。你的自在极意功唯一的用处就是提醒你赶紧逃命。原来大神官的后代也有拉胯的货色啊！今日始末してやれば耐震感の厄介者を片付けることになる。希达拉彻底崩溃了。他开始向贝吉特求饶，声称自己作为最古老的破坏神，掌握着所有神明的死穴，甚至连大神官和拳王的致命弱点他都一清二楚。只要能放他一条生路，他愿意当带路党，帮贝吉特彻底踏平神界。贝吉特似乎被打动了，微微低头，一言不发。希达拉心中狂喜，急忙追问是不是只要招出众神弱点就能活命。然而迎接他的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笑容，他不过是想在捏碎这只蚂蚁前，先给他一丝希望，再亲手把这希望踩个稀烂。悪いが答えはこうだ。消えしまえ！希达拉的脑袋被生生捏爆，猩红的狂暴血柱如喷泉般从无头尸体中狂飙而出。一旁的天使莫吉托吓得疯狂颤抖。贝吉特缓缓扭过头，騒ぐな小さな天使。次は貴様の番だ。狂ったやつめ、大戦裁きれば必ず報いを受けさせる。面对这种无能狂怒的败犬发言，贝吉特直接气急反笑，赶紧省点力气去地府半弯喊把，随后就准备捏断莫吉托的脖子。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毫无征兆地闪出一道娇小的身影，手中法杖唰的一声把贝吉特的左臂齐根斩断。贝吉特捂着狂喷鲜血的伤口，抬头看去，来人不食宇宙的萝莉天使克斯。原来之前贝吉特杀害破坏神朗姆西时，克斯没有插手，但现在自家弟弟也被养了，他彻底怒了。今天是专门来抢回时光戒指并报仇的。莫吉托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也很懵。破坏神死后，天使之力不是该强制休眠吗？克斯是怎么开出这一刀的？克斯微微一笑，大神官在他的法杖里留了后门，可以手动激活48小时的天使之力体验卡。克斯反手就是一道神圣白光打入弟弟体内，直接帮莫吉托满血复活，重新激活了完美的自在极意功。另一边的贝吉特拖着独臂残躯，硬着头皮冲向2名天使。但现在的贝吉特根本实力大减，他拼尽全力的一记重拳被克斯轻松闪过，克斯反手一记重鞭腿踹飞了贝吉特。还没等贝吉特在半空中稳住身形，莫吉托已经闪现到他身后，抡圆了法杖，一记爆肝重击狠狠砸在贝吉特的后颈上。贝吉特狂喷出一大口老血，当场翻白眼，失去意识，向宇宙深处坠落。在浩瀚的太空中，冰冷的温度让贝吉特猛地惊醒，他知道再打下去绝对要交代在这里，必须赶紧撤。
此时，莫基托和克斯已经瞬移到他脸前，笑着商量要把他另一只胳膊也卸下来。被逼入绝境的贝吉特戳出了太阳拳，刺眼强光瞬间亮瞎了2名天使的钛合金狗眼。贝吉特直接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他一头扎进下方一颗荒蛮星球，钻进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巨大溶洞里，隐藏了全部气息。贝吉特盘算着，等这俩天使走后，自己得赶紧回去，把胳膊和时光戒指捡回来接上。就在他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逃出升天的瞬间，克斯的声音身在洞穴中响起：“我们当然知道那条胳膊对你有多重要，弑神者。”贝吉特浑身汗毛倒竖，僵硬地转过头。黑暗深处，2双散发着恶魔红光的眼睛，伴随着2个瘆人的咧嘴笑脸，悠悠地浮现出来。